中国在高速公路的发展上是怎样的？中国在高速公路的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中国高速公路可以起降战斗机，又是真的吗？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只有路修好了，经济才能得到快速发展。因为能源的运输和人员的流动都离不开公路，所以公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已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公路。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高速公路所取得的成就。近日，在网上有一则新闻，就是说中国公路的通车总里程已经达到519.8亿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6.10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高速公路对20万以上人口城市覆盖率超过98%，这是多么惊人的数据啊！中国的高速公路从0到16万公里的总里程只花了30年的时间，这就是中国发展速度。而美国的高速公路的修建比中国还早了20年，但是也没有达到中国这样的高度。所以在看到中国在高速公路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因此有的印度网友评论说，美国停止了脚步，中国继续前进。那么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此前，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公路运输的需求持续增加，加上交通行业对建设高等级公路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各界也非常关注修建高速公路的问题。加上国家也加大对高速公路的投入，也提出了许多修建高速公路的方案，所以这也为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中国高速公路快速发展的序幕。很快，中国就修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连接中国上海市区与奇桂新城嘉定，全长18.5公里。沪嘉高速公路于1984年动工，到1988年10月31号通车。而且沪嘉高速公路是中国首条全程通车、首条取消收费的高速公路。而且沪嘉高速公路的开通对于当时上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修建不仅使得当地的交通更加便利，而且对于上海的招商引资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大地吸引了许多的商户落户上海，为上海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还孕育了40多位百万富翁，这都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明显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中国沪嘉高速的修建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为中国日后高速公路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作用。可以这样说，沪嘉高速公路奠定了中国高速公路发展的基础。中国的高速公路的发展就是从沪嘉高速公路开始的。沪嘉高速公路的诞生对于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示范作用。然后中国的高速公路一直在不断蓬勃高速的发展，其的里程数也在逐年增加，不断的取得新的突破，而且极大的促进了国内交通的便利，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促进了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加的完善了中国的高速公路线路图，构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行网，使得国民经济也得到飞速的发展。相比于美国在高速公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就选择止步不前，中国就剑走偏锋，不断的去寻求创新与突破，争取在高速公路上有新的突破，达到更高的里程碑，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获得更大的发展。因此，中国能达到高速公路总里程世界第一的佳绩，这也是让世界各国都望其项背，望尘莫及，这是何等伟大的成绩！而且中国还是不畏艰难，在一些条件很艰苦的地方，建设难度很大的地方，甚至在人们都认为不能修建高速公路的地方，都能去坚持不懈，努力的去克服困难，完成看似不能完成的事情，从而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因此，中国也有基建狂魔的称号。中国高速公路修建难度最大的就要算是著名的雅西高速公路了。虽然它的全长只有240公里，但是这是世界建设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建成雅西高速公路之后，让外国的专家都感到佩服不已。因为雅西高速的路段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不仅横跨了12条地震断裂带，还横跨了包括大渡河等多条河流。
加上中国西南地区非常容易发生地震，所以为了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也是相当具有难度。所以修建雅西高速不仅要克服空间上的障碍，还要保证高速公路可以稳定运行，不受地震的影响。但是最终中国克服了所有阻挡修建高速公路的因素，最终在2020年成功修建雅西高速公路并成功通车。这就完全可以证明中国在基建方面有着绝对的实力，能够去克服一切的问题，勇往直前，努力达成目标，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只能是让世界惊叹，让世界震惊。中国前进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中国现在在修建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就是川藏高速公路。川藏高速公路开始修建于1996年，有许多的部分路段已经陆续开通，但是全线的全部竣工预计在2023年。川藏高速公路的难度也是相当的巨大的，其中就有很多座的雪山，也有崎岖的山路，也是具有极其大的修建难度。所以川藏高速修建所消耗的时间、财力、人力都将是无比巨大的。但是川藏铁路一旦全部建成，那将是巨大的财富，那将会极大的促进西藏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促进四川和西藏地区的紧密联系，通过互通交流、资源共享，共同促进两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有极大的战略意义。相比于其他各国，中国的高速公路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相较于澳大利亚只有约1716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印度只有1822.5公里的高速公路，中国的16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就是天文数字。而除了发展速度快以及挑战高难度，中国的高速公路在质量上也是有目共睹。很多中国的高速公路具备起降战斗机的条件。在2014年5月的时候，济南战区就在正明高速公路上成功组织了一次高速公路飞机跑道的试飞任务。除了3代机顺利完成了触地复飞的动作，包括运输机、直升机等多型号的战机圆满完成了起降试飞实验。高速公路起飞战斗机代表着国家空军的应急能力，在极端环境下可以保障空军正常运作，而只有高质量的高速公路才能给予保障。除此之外，中国的高速公路也开始走出国门，比如就在不久前，由中国山东高速集团国际合作公司承建的巴尼亚卢卡普里耶多尔高速公路项目正式开工。这条高速公路位于波黑塞族共和国第2大城市普里耶多尔，它也是中国企业在欧洲第一个以特许经营方式投资建设的陆路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说，中国的高速公路正在搭建“一带一路”的新桥梁，成为了中国面向国外的一张新名片。